陆东明扭头看他，说道：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以前我连公园里的长凳子都睡过，那是青春叛逆时。”海玲知道他10几20岁的时候很叛逆，跟着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去闯江湖。后来是他奶奶重病离世，他才痛改前非，回归正常，在努力创业，成立了陆氏集团。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10多年，他很少在他面前提及，因为会让他想起他的奶奶。听说他奶奶就最疼爱的孙子就是他，他是兄弟当中最小的吗？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吗？他脸上的那条刀疤，洋洋最初很害怕，他想过去做手术修复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去做。他说保留那条刀疤是告诫自己，因为他的叛逆导致奶奶重病离世，他对不起奶奶呀。我又不挑地方住，再说了，这样的房间也很好了呀。陆东明承认自己平时出差是住的总统套房，他单身有那么多的家产啊，不好好享受啊，挣那么多钱做什么？你现在要休息吗？我坐到那张沙发上就可以了。陆东明指着临窗的那张沙发，海玲推着他走过去，停下来后，他就要挽扶他，他拒绝了，说道：“我自己能站起来，走2步路我还是可以的，天天做复健，走上几步路，他的腿就没那么痛了。但他要是想走得远一点，2条腿就承受不住，会钻心的痛，痛得他站立不稳，跌倒在地上。他的双腿因为跌倒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就天天穿着长裤，没有被大家发现，免得大家这又心疼他。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，海玲便放弃了扶他，由着他自己站起来，迈开腿，走了1步，再转身，慢慢的在沙发上坐下来。等他坐好后，海玲推开了轮椅，将轮椅推到了一边靠墙停放。要吃点水果吗？酒店每天都会配送1份水果，都是些时令水果，挺新鲜的。陆东明说道：“我都吃撑了。”现在吃不下水果。海玲边走向他边说道：“都快40岁的人了，还不知道自己能吃多少吗？吃撑了也是你活该。”他挨着他坐下来，看着他的肚子，很难受吗？要不在房里练习走路，这样能消化得快一点。陆东明含笑看着他，他是吃得很饱，有点撑，还没有到撑破肚皮的地步。老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海玲，我喜欢听你唠唠叨叨的，能被你唠叨，那是一种幸福呀。平时他只会唠叨海童，他最在乎的就是妹妹和儿子。洋洋还小，不用怎么唠叨，他就爱在海童面前唠叨，像个老妈子似的。他对于海童来说呢，既是姐姐也是母亲，长姐如母，在他姐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嫌我唠叨了呀？不嫌弃，就喜欢听你念叨我。陆东明握住了海玲的手，眼神拙劣地看着她，看着她神采飞扬，看着她自信满满，越看越喜欢。海玲，陆东明声音暗哑，他的头也是越靠越近，试探地问着海玲：“我想亲你，可以吗？”他的脸蓦地烧红，她不是小姑娘了，她结过婚，离过婚，生过娃，但被他这样一问，他就是忍不住脸红，脸上有着娇羞，看得陆东明更加的心猿意马的。他爱上他很长时间了，也就牵过他的手，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。海玲，你愿意吗？陆东明扳住他的脸，逼着他面对自己。2个人四目相对，随着他的贴近，他呼出来的热气都呼到了海玲的脸上，他的娇羞无形中就给了陆东明鼓舞。得不到他的回答，他也轻轻地碰触到他的红唇，见他闭上了眼睛，他才搂紧他，从温柔到霸道，双亲吻到深吻，缠缠绵绵，纠缠不休。一吻之后，海玲连忙推开他，起身走开，装着要做事的样子，嘴上说道：“我给你烧壶开水。”
你想喝温开水还是泡杯茶喝都行。就他说话气息都有点不稳。陆东明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视线追着他走，温声回应着他：给我泡杯绿茶吧。在飞机上，我休息了一阵，不用再休息了。喝杯绿茶提提神。你想去做什么事儿，我陪着你去。我要办的事上午都办好了，等会儿打算去凤家一趟，代替我死去的凤家保镖，他的家属过来的，我过去探望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若不是帮我开车，他也不会死。哪怕是凤家主的阴谋，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暂时只能说是意外。凤家保镖之死，明面上的确是帮海玲开车啊，导致出了车祸，车毁人亡的。海玲去探望一下家属，给死者上支香，做好了，不会被人说，至少不会寒了凤氏家族那些蠢蠢欲动之人的心。海玲现在要做的，不仅是让他们觉得她强势、有能力，还要有人情味，才能拉拢族人过来。我陪你去，我也去上支香，探望家属。要不是那名保镖代替海玲去死，他此刻过来看到的可能就是海玲的遗体。仅是想到那种可能性，陆东明就害怕。还好海玲没事，也多亏了战浩宇带着乔涵不请自来，他们俩的出现让海玲有了避祸的条件。凤家主在路上安排意外发生，只敢针对海玲，不敢针对战浩宇的。虽然凤家主心里对战浩宇也是恨得牙痒痒的，但战浩宇是战家的三少爷，他不敢也不愿意与战浩宇发生正面的冲突。乔涵就更不用说了，那是乔家的当家人，在江城的身份地位堪比管城的战印。凤氏家族已经没落，快要调出了江城豪门之列，哪里能和乔氏集团斗？海玲选择坐上乔涵的车，相对来说就是安全的。这样他才避开了那一劫。海玲本想拒绝陆东明的陪同，想到他来江城的那天，他拒绝他的跟随，他就跟他闹别扭，说他是嫌弃他，闹了老半天。那海玲呢，就改变了主意，他说道：你不觉得累的话，就陪我去吧。陆东明说道：我不累，我天天都坐着轮椅，连走动都少，再累又能累到哪里去？他几乎就是个废人了。陆东明没有说出自己就是废人这样的话，免得海玲又心疼，要跟他说一大堆鼓励的话。海玲洗净了酒店配备的电热水壶，给他烧了一壶热水，再洗净了杯子，拿起一小包玫瑰绿茶，给他泡了一杯绿茶，然后端过去，茶杯摆放在床头柜台上，对他说道：现在水很烫，等会儿再喝。海玲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掏出手机看来电显示，对陆东明说道：是彤彤打来的。他就赶紧接听，担心妹妹那边会出什么事。彤彤怎么了？妈妈。电话里传来了洋洋稚嫩的童音。洋洋呀，洋洋终于想起妈妈了，知道给妈妈打电话了。海玲笑着调侃儿子。洋洋嘟着嘴，似是很委屈的样子，再次叫了一声妈妈，听出了儿子话里的委屈。海玲关心地问着：洋洋怎么啦？不开心？哎，是不是跟你的小朋友闹矛盾了？没有，是陆叔叔太坏了。陆叔叔坏蛋，他偷偷跑去看妈妈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让小姨带我来找陆叔叔，想介绍我的小朋友给陆叔叔认识的，结果陆奶奶说陆叔叔去看妈妈了。小家伙委屈极了，陆叔叔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也想妈妈的，他出门跟我说一声呀，我也能跟着陆叔叔去看妈妈。陆叔叔说话不算数，专门骗小孩。妈妈出差后，陆叔叔明明跟他说，以后他想妈妈了，就带他坐陆叔叔的私人飞机，然后飞去妈妈出差的地方，就能见到妈妈了。他当时就觉得陆叔叔真的太好了，比他爸都好。他爸每次看到他，虽然会对他很好，却喜欢在他面前说陆叔叔的坏话。
洋洋就觉得爸爸没那么好，陆叔叔才不是坏人呢。爸爸还有爷爷奶奶以及姑姑，以为他是个3岁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其实他懂的他都懂。海玲看向陆东明，对儿子说道：陆叔叔是过来了，他刚好出差，就是出差的地方刚好和妈妈出差的地方是同一个，所以他才没有带着洋洋过来。妈妈今天不用上班的吧？我都没有上幼儿园，你今天请假呢？旁边的海童提醒着小家伙，为了能和龙婷多玩一会儿，海童是帮外甥请了1天假的。好吧，他忘记自己请假了，还以为是放假呢。妈妈，陆叔叔在你旁边吗？你让陆叔叔听电话，我要亲自问问陆叔叔。海玲将手机递给陆东明，并小声地对陆东明说道：彤彤带洋洋去你家里，知道你过来了，正委屈着呢，说你骗小孩子。陆东明拿过手机，清了清嗓子后，对电话那端的洋洋说道：洋洋，陆叔叔是临时出差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陆叔叔，你不骗我啊？哎，你不是瞒着我偷偷跑去找我妈妈吧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陆叔叔不骗洋洋的，真的是出差，因公出差，不过是出差的地方，和你妈妈出差的地方一样而已。然后陆叔叔就顺路来看看你妈妈的。啊，洋洋想妈妈了。洋洋被哄住，气消了，也不觉得委屈了。他说道：听陆奶奶说你去找妈妈了，我就想我妈妈了。这个周五你一放学，陆叔叔就带你过来，然后周日下午回去，好不好？陆东明呢向小家伙许诺，这样啊，他周五又有光明正大的理由飞过来陪伴海玲了。真的？哎，陆叔叔不骗我啊？都说了，陆叔叔不骗小孩子，陆叔叔最老实了，你不觉得陆叔叔很诚实吗？洋洋想了想后，觉得陆叔叔平时是很诚实，便说道：我相信陆叔叔了。我妈妈会同意咱们过去吗？我们过去会不会打扰我妈妈工作啊？小姨说妈妈最近都很忙的。洋洋知道妈妈这么忙都是为了她，妈妈说想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让她过上好日子。洋洋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就很好了，不想妈妈那样辛苦的，但是妈妈坚持要上班要挣钱，就他又觉得他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要支持妈妈。不会，我们周末过来，你妈妈也要休息的，正好我们陪你妈妈到处走走，散散心，这样你妈妈心情好了，那下周上班的时候做起事来啊，效率会很快的。洋洋哦了一声，还是不放心的道：陆叔叔，你让我跟妈妈说一声，看看我妈妈是不是真的同意。陆东明笑着将手机还给海玲，让母子俩在电话里一通讨价还价的。那海玲最终没有办法阻止儿子周五过来，她呢也想儿子，有那陆东明陪着呢，想来也不会有什么事。得到了妈妈的允许，洋洋开心了，没多久就结束了通话。他将手机还给海童，海童笑问他不生气了吧，不委屈了吧？洋洋很开心的道：我星期五就能去找妈妈了。哎，小姨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一。洋洋问着，星期一离星期五还有几天呀？对于一个星期有几天，洋洋还不是很懂，妈妈教过他的。那他还问妈妈为什么没有星期八、星期九呢？4天。洋洋数了数手指头，觉得4天时间也不多，小脸上的表情就从阴转大晴天，很开心地对龙婷说道：龙婷，过几天我就可以去找我妈妈了。哎，你今天一定要回家吗？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找我妈妈吧。龙婷颇有点羡慕洋洋，洋洋的爸妈是离婚了，但他们都还活着，洋洋随时都能看到爸妈。洋洋的爸妈也很疼爱洋洋，他的妈妈不是亲妈，是养母。他的爸妈是谁，他不知道。穆妈妈从来没有瞒着他，告诉他他是被穆妈妈捡到的。虽然他有穆妈妈，有叶叔叔，还有师傅师公，他们疼着他，
但他没有亲生父母，不知道自己的爸妈长什么样。不过龙婷的羡慕也就是一瞬间的，毕竟还是个3、4岁大的孩子呢，有人陪着他玩，很快就会将亲爸亲妈是谁这个问题抛之脑后。我下午要回去了，再不回去，我师公会罚我扎马步，惩我抄医书的。他会写字，但是抄医书这种惩罚，对于他来说还是太重了。龙婷不怕被打被骂，就怕师傅罚他写字抄医书。洋洋很是失望，他总不能为了挽留小伙伴，害得小伙伴被罚吧。海童听了龙婷的话，好奇地问他：你能看得懂医书吗？抄得来吗？龙婷和洋洋年纪相仿，洋洋现在也就会写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，会背几首唐诗。姐妹俩都觉得在幼儿阶段，主要是让孩子吃好喝好玩好，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不必给孩子增加太多太大的学习压力。所以洋洋上幼儿园是很轻松很快乐的。就是这样，洋洋都有一段时间不想上幼儿园呢，就天天叫起来了，都扁着嘴说不想上幼儿园。就新鲜感过了吗？我看不懂，师公会教我背医书，我能背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抄不来也得抄，否则师公做好吃的不给我吃。我抄得很慢的，师公罚我的时候，让我抄一页医书，我都要抄好久。虽说龙婷很聪慧，认识的字比洋洋多得多，也会写字了，毕竟还是个3、4岁的小孩子。一页医书那么多字让他抄，对他来说还是任务聚重的。被罚过一次，小家伙就害怕了。只要师公说他犯了错要抄医书，他就不敢犯错，老老实实的。海童爱怜地摸了摸龙婷的头，心疼的道：辛苦了。洋洋还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龙婷却要接受魔鬼般的训练了。还好老神医他们懂得张弛有度，没有一昧地逼迫着龙婷，过段时间就会给他放几天假，带他回 A 市，在风尘山庄住几天，好好的放松放松，免得逼得太甚，适得其反。那陆太太是第一次看到龙婷，听到龙婷的话后，陆太太问着海童：君家的大少奶奶打算培养龙婷当医生，就算是培养一个医生出来，也用不着在3、4岁时就逼迫着抄医书呀。海童带着洋洋和龙婷来陆家，只告诉了陆太太龙婷是穆晴的养子，并没有说清楚是君家4少奶奶的徒弟。听了陆太太的话，她笑道：龙婷是程医生的接班人，就是帮云初治眼睛的那个程医生。陆太太恍然，怪不得小家伙这么小就会被罚抄医书，原来是程神医的徒弟。海童让2个孩子玩一会儿，他则小声叮嘱卓陆太太，不要将龙婷来过的事说出去，更不要在外人面前提起与龙婷有关的一切。这陆太太不明所以，但见海童表情严肃，他点点头，说道：我会保密的，连你陆伯伯都不说。陆父今天不在家，谢谢伯母。海童看看时间，说道：伯母，我先带2个小家伙回去，穆晴估计在等着了，他们下午要回 A 市去。是洋洋向龙婷显摆他的陆叔叔有多好，龙婷就要跟着洋洋来陆家一趟。征求过穆晴夫妻俩的意思后，海童才敢带着龙婷来陆家。跟着来的还有4名战家的保镖，主要是护着龙婷的，也是尽量封锁着龙婷的消息吧。这个孩子如今活着，就是要躲躲藏藏的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的势力，方能护他周全。出趟门，依旧不敢掉以轻心。陆太太呢，颇是舍不得，说到这么快就要回去了。刚来呢，君家大少奶奶是坐着私人飞机过来的吧，可以让她晚点再回去的。她舍不得洋洋，这陆太太如今已经是洋洋为自己的孙子了，没有血缘关系就没有血缘关系了。洋洋这个孩子懂事，他身边的大人都是3观好的，洋洋以后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
陆太太想着儿子愿意当洋洋的继父，至少东明的小家里能有个孩子，说不定因为洋洋，以后海玲还会再生一个呢。洋洋老是想要妹妹，海童肚里这个娃娃，大家都认为是儿子的。洋洋想要妹妹，就会吵着妈妈给他生妹妹，那样东明就能有自己的亲生孩子，哪怕是个女娃娃，只要是东明的亲骨血，陆太太也是欢喜的。那当然，这些小心思，陆太太不敢流露出来半分。那陆东明的一场车祸，磨平了他父母的门户观念。先回去了，下次有空了再过来。洋洋应该会经常过来的。海童坚持要带着2个孩子回家，陆太太没有办法，便拿了些营养品，硬是塞给海童，让海童带回去补身子。伯母，你看我的腰都变粗了，再补就成了水桶腰。海童现在最怕的就是补品，家里补品堆成山。陆太太笑道，你这不是胖的，是怀孕了，腰围会变，很正常。等怀孕晚期，肚子圆滚滚的，腰肢会更粗一点，生完孩子后慢慢就会瘦下来的。拿着吧，一些是补品，一些是洋洋爱吃的零食。本想留你们在这里用晚饭的，你又急着走。陆太太还拿出了2个大红包，将2个大红包分别给了洋洋和龙婷。2个孩子都不敢接她的大红包，那陆太太笑着将红包塞给龙婷，说道，龙婷，你是第一次来陆奶奶家里玩，陆奶奶给你一个红包壮胆回家，快收下。龙婷看向海童，海童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收下，他才敢收下，并向陆太太道谢。洋洋则是说道，陆奶奶，我不是第一次来，我不用壮胆。陆太太还是将她的红包塞给他。陆奶奶给洋洋买玩具买吃的，伯母，洋洋不用了吧。海童想让陆太太收回红包，洋洋又不是第一次来，这小子已经是陆家的常客。陆东明在家的时候，他几乎每天都会来一趟陆家，有时候陆东明去幼儿园接他放学，海玲没空，陆东明是接他回陆家，交给陆太太照顾的。等海玲忙完了来接他，他早就在陆家睡着了。那陆太太硬是将红包塞给了洋洋，海童只得让洋洋收下了，免得陆太太生气啊。在陆太太的目送下，海童带着2个小家伙离开了陆家，直到那2辆车看不见了，陆太太才敛回了不舍的视线，转身往别墅而回。就陆家老宅是一栋特别大的大别墅，此刻却安安静静的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年轻时喜欢安静的陆太太，现在就盼着家里能够热闹起来。就他最小的儿子陆东明都快37岁了，孙辈又不跟他一起住，只有逢年过节了，儿孙回来，就老宅里才能热热闹闹的。海童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先送龙婷到君然那里去。叶君伯夫妻俩来管城，都是住在君然的别墅里。到了君然家里，将龙婷交回到穆晴夫妻俩的手里，海童紧绷的神经呢才松下来。小姨，我还能再玩一会儿吗？意识到就要和小伙伴分开了，洋洋舍不得，想再和龙婷玩会儿，哪怕玩个半小时也好呀。他说道，龙婷这一次回去就要很久很久才能跟我玩。海童看向穆晴，穆晴说道，我们还要收拾东西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回家了，让他们俩再玩半个小时吧。龙婷也舍不得洋洋的，不过也不能让他们再这样玩下去，会玩疯的，玩疯了很难收心，可不是吗？玩疯了就总想着玩，都不想上幼儿园了。要不是有龙婷做对比，洋洋上幼儿园都要像他表姨那样，需要大人抬着他上车了。提到商小飞小时候上幼儿园的不情愿，穆晴都笑了。商小飞过来就送着未来的大伯哥夫妻俩。听到海童提起他的糗事，他红着脸轻拍一下海童彤彤，
你学坏了，老师打趣我。小时候嘛，谁没有过不想上幼儿园的经历啊？海童嘻嘻的笑，我可能没有吧，反正没有听我爸妈说过。我小时候不爱上幼儿园的事，我姐也没有说过，她上幼儿园的事没有印象了。但是姐姐比她大5岁，她若是有过不想上幼儿园的经历，姐姐会说的。洋洋，去玩吧，玩上半个小时，咱们送你穆阿姨出门了，再去你姨丈的公司，等你姨丈下班了，一起回家吃饭。玩过了今天，明天就要正常上幼儿园了哦。洋洋连连点头。龙婷立即拉着洋洋跑了。看着2个小家伙跑得那么快，穆晴笑道：3、4岁大的孩子，就是玩乐的时候。看龙婷这2天玩得特别开心，晚上睡觉做梦都在笑，还说梦话，叫着洋洋呢。就是啦，童年就是吃吃喝喝玩乐的。商小飞附和着穆晴的话。现在的小孩子压力太大了，从幼儿园就开始卷，我以后有了孩子，我才不卷，只要我的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快快乐乐的就行。你们家居然能赚钱，你们的孩子就算不卷，也不用愁吃穿。海童接话，他们这种家庭的孩子，其实更卷，没有本事的话，撑不起家族事业啊。商小飞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肚子，说到小军的肚子显怀了，你的认真看也能看出来怀孕，明年我又要当表姨了。小宝宝，你以后不用太拼，你爸妈也多的是钱，不用愁吃穿的。海童也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小军的月份比我的大，就他是孕象明显了。我这个若是儿子，怕是以后要接他爸的班，可能从小就要接受更多的教育，比别人更加的拼。他不太想让儿子当战家下一代的接班人，只是战印说了，接班人几乎都是长子长孙，除非他们的孩子很平庸，否则接班人的担子都是落在他们的长子身上。以夫妻俩的优秀基因，他们的儿子应该不会太平庸的。商小飞说道，肯定是儿子，他们战家是出了名的和尚庙，专生儿子的，祖辈生了女儿的，女儿都没有养大，早早夭折了，生儿子才能存活。听老一辈人说，就算战家祖辈很小心照顾女儿，依旧会养不大。海童忽然想到了那个大师批他和战印的婚姻，说夫妻俩会幸福美满，儿女双全。那他要是生了女儿，能养大成人吗？如果会像战家祖辈那样，就算生有女儿也养不大，那他宁愿不生，也不愿意看到孩子在自己的面前一点点的没有了气息，那简直就是剜心之痛啊。若说油油山庄风水有问题吧，那位大师又说不是山庄的风水问题，不过也说了，山庄的风水格局是财丁两旺的。彤彤，你怎么了？脸色忽然就变了。留意到海童变了脸色，商小飞关心地问道，是不是听我说起战家祖辈生女夭折的事？你放心，你肚子里这一胎肯定是儿子。洋洋那张皇帝嘴都说了几次，说你肚子里的是小弟弟。再说了，就算你生的是女儿，现在医学发达，孕期做了那么多产检，宝宝会健健康康的。战印的祖辈曾祖辈是什么时期？清末民初，那时候的医学不发达，一场感冒都能要人命的。古代皇宫里生活够好了吧？那夭折的皇子皇女不也很多呀？商小飞说完后还揽住了海童的肩，故意说道，你也没有那么好命，能为战印生个女儿的，你们夫妻俩呀，只有生儿子的命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瞧你吓得脸色都变了。我跟你说哈，我给你宝宝准备的东西都是男孩子的，你可得生个男娃娃出来。海童勉强定住心魂，他都还没有生到女儿，想那些没有的事做什么？再说了，大师说他是儿女双全的命，就算他以后生2胎，真生了个女儿，肯定也能养得健健康康。
平平安安长大成人的呀。或者，不生二胎了，就养一个孩子，战家人丁兴旺，他只生一个，并不会影响什么。他未来的妯娌们可以多生几胎的吗？自我宽慰后，海童脸色好转。他说到儿女都是我的宝贝，现在谁知道是男娃还是女娃？明年生了才知道，肯定是儿子。战家都连续几代没有女儿了，你要是一胎得女，那不得了。战家不得将你们母女俩当成国宝宠着。商小飞说着说着就笑起来，像咱们的小妍妍，就是享受到了国宝级的待遇。妍妍这次睡了挺久的，什么时候醒呀？我想再抱抱她。晴姐带娃回去又要很久才能见面。穆晴笑道，以后是一家人，你想见妍妍随时都可以，就怕以后你嫌她调皮。妍妍是女孩子，应该不会太调皮吧？我看她长大后应该是个文静的美女。海童接话是孩子都有调皮的时候，看洋洋哪个不说她懂事可爱，不也有调皮搞破坏的时候？要是觉得安安静静没有响动，不用问，准是她在搞破坏。穆晴附和着，还真是这样。龙婷有时候独自玩耍时，没人看着她，听不到动静的时候，等你去找她，就会发现她正在搞破坏。有一次还将我的口红涂得满地板都是。商小飞没有带过小孩子，他接触最多的小孩子就是洋洋。洋洋在他的眼里一直都是懂事可爱又聪明的，没想到还有他不知道的一面。他就觉得小孩子就是天使。像他的亲侄儿刚出生的时候，看上去不太好看，现在是越来越好看，一天一个样。他天天都要拍几张侄儿的相片，说是给侄儿拍成长纪录片。就是爱哭了点儿，饿了就哭，拉了也哭。不会说话的孩子就是张嘴便哭。穆晴和海童聊了一会儿，孩子惊，听到叶瑶的哭声，两个孩子醒了。他起身去抱儿子，女儿吗？早就被叶君博抱了起来。叶君博是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拉着行李箱，居然跟在他后面。老实说道，大哥，我帮你妍妍吧，这样你轻松一点。你帮我拉行李箱吧。叶君博松开了拉行李箱的手，让弟弟给他搬行李，还说到直接拉到外面去，搬上车，一会儿送我们去游游山庄就行。他们的私人飞机停在了游游山庄。弟弟这里的别墅没有那么大的地方，可以停放他们的私人飞机。居然撇撇嘴，嘀咕着人家想抱妍妍，又叫我拉行李箱。你和大嫂马上就要回去了，让我多抱一下妍妍，又不会掉块肉。嘀咕还嘀咕，君然还是帮哥哥拉走行李箱。叶君博抱着女儿朝海童姐妹俩点了点头，便等着妻子抱着儿子进前。他对妻子说道，晴晴，我们回去了。龙婷呢？还在外面和洋洋玩，出去叫他一声就行了。穆晴对好友们说道，彤彤，我们先走，等你卸了货过去玩。海童还没有生娃，估计战印都不会让他出远门的。海童起身相送，那商小飞和君然要送穆晴一家子去游游山庄。出了主屋，洋洋就跑向了海童。海童牵住他的手，让他向大家说再见。洋洋恋恋不舍地挥手说再见，不停地冲着龙婷叫喊着，龙婷，哎呀，放假过来找我玩呀。好啊，龙婷也舍不得离开的。无奈假期进入了尾声，他必须跟穆妈妈回去，师公在风尘山庄等着他呢。我明天要上班了，否则我都送你们去山庄吧。现在都下午了，他送穆晴一行人的话，再回市区跑来跑去的，战印会担心。况且呢，他跟战印说好了，傍晚去公司接他。穆晴说道，君然和小飞送我们过去就行，又不是第一次过来，熟悉着呢。你上班也别太累，养好胎。我会的。海童笑着应，再次向大家挥挥手，就便牵着洋洋走向他的车子。就他先行离开了君然的别墅。
洋洋上车后就昏昏欲睡的。海童问他想睡了，来，小姨抱着你睡。小姨，我长大了，有点重，你抱着我会伤着小弟弟吗？妈妈和姨丈总是不让小姨抱他了，怕他会不小心踢到小姨肚子里的小弟弟。虽然他还没有看到小姨肚子里的小弟弟，妈妈说小姨是有小宝宝的了。那明年呢，小宝宝就会出来和他见面。他是要当哥哥的人了，要懂得爱护弟妹们。小姨没有那么脆弱。海童笑着抱起了小外甥，你才3、4岁大，能有多宠啊？洋洋又不胖。小家伙是真困了啊，被海童抱着没2分钟就睡着。半个小时后，2辆车驶入了战氏集团。海童本想打电话给战印的，想了想，决定给他一个惊喜。他是告诉他，他傍晚会来接他下班，一起回家吃饭，但没有说什么时候过来。现在提前到了，他忽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，对他来说就是个惊喜。沈小军说的夫妻相处，时不时给对方制造惊喜，能增进感情。看多了的沈小军，制造浪漫或者惊喜，是比海童厉害，海童都还是跟他学的。大少奶奶，我帮你抱着洋洋吧。保镖想从海童怀里抱过洋洋，海童说道不用了，我抱着他就行。你们在1楼等等，若是有事要办的，也可以先去办事，等你们大少爷下班了，我们才会走。他也可以坐丈夫的车辆回家。保镖恭敬地答道，我们没有其他私事要办的，那保护大少奶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。海童没有再说什么，在保镖团的簇拥下走进办公大厦。一路而入啊，看到他的人都礼貌地向他问好。他抱着洋洋进了电梯，保镖团留在1楼的贵宾室等着。电梯带着姨甥俩直上顶楼。小家伙睡得香甜，玩得太疯，太累，不叫醒他的话，他能睡到天黑才醒来。战印是没想到海童提前到来，秘书帮海童敲开门后，战印还在和苏南讨论着工作上的事情。见到海童抱着洋洋，战印立即起身，绕出办公桌，快步走向海童。洋洋睡了，他来到海童的跟前，轻手轻脚地从海童的怀里抱过了洋洋，心疼地问他累吗？洋洋要是睡着了，可让他们抱着的。我没那么娇弱，洋洋才多重呀，我抱着他睡的，怕他们抱他时会弄醒他。也没有走多远的路，不累。战印抱过洋洋，小家伙没有被惊醒，那是战印抱出了经验来。小家伙对姨丈的怀抱也熟悉，被姨丈抱过去后呢，并没有醒转。保镖团是经常看到洋洋，抱他的次数很少，动作也没有战印娴熟，容易弄醒洋洋。特别困的时候被弄醒，洋洋能哭个天昏地暗。再懂事也还是个3、4岁的孩子。抱他进休息室，让他在里面再睡会儿。战印嗯了一声，他抱着洋洋进了休息室。海童笑着和苏南打招呼，叶总他们走了。苏南知道海童今天没有回公司，是因为幕情，反正3人的合资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就算3个老板都不回公司，也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。沈小军几乎天天都是在书店里守着，也是他去看店，苏南才能放心。要是到处跑，就算苏南放心，苏家人都不放心。